呢一集將重點介紹2025年紐西蘭養老金 New Zealand Super， 包括申請資格、付款金額、額外福利，以及與澳洲制度簡單比較。大家好，我係 Alison。喺呢一節開始前，請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今日嘅分享。咦，嗱，即係我哋今日熱門話題紐西蘭養老金喎。本片僅為資訊分享，並不構成財務建議。如要作出任何財務或退休安排決定，請諮詢返你註冊嘅財務顧問或者係相關專業人士。喂，Alison，咁我哋咧就今日講呢個紐西蘭嘅養老金 NZ Superannuation 或者係簡稱 NZ Super， 咁咧係由政府資助嘅。咁就係為咗全民嘅紐西蘭人咧，就有呢個養老金嘅制度啦，專為65歲或以上嘅紐西蘭人提供呢個經濟嘅支援。咁 NZ Super 咧就係以簡單容易申請咧而到聞名嘅，咁就確保退休嘅人士咧有呢個穩定嘅收入，以及可以維持呢個基本嘅生活水平。咁啊，相比之下咧，澳洲嘅養老金嘅制度咧就複雜好多啦，又要計資產啦，又要計收入嘅測試啦。咁但係紐西蘭嘅養老金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喎，咁亦都限制咧係較為少啲啲啦。咁只要你符合資格就可以領取。我哋今日咧就直接咧去睇下究竟要啲咩嘅申請資格嘅。冇錯，咁2025年嘅 New Zealand Super 嘅養老金嘅申請資格咧都係要維持翻呢一個嘅年滿65歲啦。咁你必須要係紐西蘭嘅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啦。咁你要起碼係居住滿10年以上啦。咁20歲之後嘅要係嚇。咁其中咁5年咧就要係50歲之後啦。咁就唔需要係連續嘅。咁即係50歲之後嗰個咧就唔需要連續嘅。咁注意翻咧就係咧喺2024年咧7月起咧居住咧要求咧係逐步咁增加到去20年嘅。咁適用於喺2024年7月之後滿65歲人士啦。咁2025年大部分嘅申請嘅人咧，仍然都係用緊10年嘅規定嘅。咁如果你係出生於1959年7月1日之後嘅話，咁我就建議你咧去詢問翻咧 work and income 嘅。咁喺第3集咧，我哋亦都會咧深入咧去剖析咧呢20年居住嘅要求嘅變化，所以咧你哋一定要咧切勿留意咯。咁第4啦，咁你申請嘅時候咧係必須住喺紐西蘭嘅，咁除非你係受呢一個社會保障協議咧保護，例如呢一個嘅係澳洲生活嘅紐西蘭人啦。係咁咧。2025年啦，養老金嘅付款金額啦，我哋而家講下，咁亦都係唔需要任何嘅收入或者係資產嘅測試，無論你有冇其他收入，例如工作啦、投資啦，或者係 KiwiSaver 嘅提款，只要合乎資格咧，就可以攞足全額嘅。咁喺紐西蘭嘅 Super 嘅養老金咧，係每2星期發放一次，咁就通常咧喺每個月嘅第2同埋第4個星期2。金額咧每年咧都會喺4月咧根據呢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或者係平均工資咧嚟到調整嘅。咁2025年咧因通脹咧已經係上調咗 4.66% 嘅。嗱，咁以下咧就係2025年4月1日至到2026年3月31號之間，以標準 M 稅碼扣稅後嘅每2星期嘅金額就係咁樣嘅。單身、獨居、獨自居住或者係同撫養嘅仔女居住，就可以攞到1038個9毫4。單身與其他人同住，即係好似合租咁樣樣啦，咁你每2星期就可以攞959個02。夫婦雙方都係合乎呢個資格嘅。咁每人咧每2星期可以攞799個1毫8，夫婦只有1個人合資格嘅話咧，就可以攞到855個9毫8。咁呢個稅碼啦，咁我哋會喺下一集咧會更加詳細咁樣解釋究竟係點樣樣啦。如果你係使用第2稅碼 S、SH、ST、SA，由於稅率咧係比較高，咁你實際咧會收到咧
係會較低嘅。咁例如單身獨居嘅人士咧，係使用 SA 嘅稅碼就係39%。咁每2星期咧，只係得大約840蚊個4毫6嘅啫。嗱，咁就注意翻啦。如果紐西蘭嘅養老金係你唯一嘅收入來源或者最高收入來源咧，你嘅稅碼就會係 M 碼。喺第2集，我哋咧就會詳細咁樣探討額外嘅收入點樣影響、點樣決定嘅稅碼，同埋咧以及通過稅碼咧點樣影響紐西蘭嘅養老金嘅稅後金額，咁就視乎咧你嘅年收入而定嘅。冇錯啦，咁呢一個嘅退休人士咧，攞呢一個嘅養老金咧，其實仲有其他嘅額外嘅福利嘅喎。如果你合資格嘅話，咁咧包括咧冬季能源補貼啦，喺2025年咧已經增加咗10%喎，咁補助翻咧應付冬天嘅電費啦，至5月至到10月期間啦，咁啊26.5% 嘅退休人士咧表示咧，呢一個嘅額外嘅補貼咧非常之重要啊。咁咧如果係單身嘅話咧，每2禮拜係收多咧40.92嘅，咁樣咧一共咧就係449蚊零8毫8啦，咁就係 between 呢一個嘅5月1號至到10月1號期間係發放嘅。咁仲有呢一個嘅一次性嘅生活補助啦，咁係2025年8月咧就會發放嘅100蚊嘅，咁去應付呢個嘅突發嘅開支啦。咁咧住宿呢一個嘅補貼咧係適用於租屋啊、寄宿啊或者供樓人士啦。咁仲有呢一個嘅殘障嘅津貼咧係幫助咧有持續呢一個嘅健康問題嘅人士咧去應付額外開支嘅。咁仲有Super Gold Card 咧係申請 New Zealand Super 嗰陣時候自動發放嘅，咁可以享受咧紐西蘭咧唔同嘅地方嘅商品咧同埋服務嘅折扣嘅。咁仲有咧有啲嘢嘅須知嘅就係嗱，頭先阿娜姐有講過噶，你可同時咧領取紐西蘭嘅養老金，並同時咧係從事呢個兼職或者呢一個嘅全職嘅，咁額外收入咧係會影響你嘅稅務啦。咁你嘅稅碼咧將會係根據你嘅總年度呢一個稅前嘅收入嘅調整啦，咁而去影響你一個嘅養老金嘅稅後金額嘅。咁仲有咧有呢一個嘅研究人士咧就發表咧Massey University 咧就係話呢個研究 New Zealand Super 咧可能係唔夠咧去支持你嘅理想生活啦。咁例如呢個城市兩夫婦啦簡約生活咧，其實都係要每人咧都係要需要咧982蚊啊。但係咧個New Zealand Super 只發放799啦，咁爭200幾啊。咁其實你建議咧你結合呢個 KiwiSaver 或者其他儲蓄咧去保障你嘅生活㗎。冇錯啦。咁資格嚟講咧，澳洲嘅養老金資格咧就係要67歲嘅，咁而且係仲要通過收入同埋資產測試啦。咁喺紐西蘭咧就65歲咧就已經可以啦，唔需要通過任何收入或者資產測試喎。哇，呢個少咗好多嘅煩惱㗎。咁就唔使計咁多數啦。咁其實就唔使你計嘅，咁啊你去叫 Centrelink 幫你計嘅啫。咁喺澳洲退休嘅儲蓄制度咧，就係一個強制性嘅供款，僱主咧而家係需要供款12%。咁雖然咧儲蓄係比較多，但係咧彈性咧就會較為低少少啦。咁喺紐西蘭方面咧嘅 KiwiSaver 咧就係自願性嘅，咁可以供可以唔供。咁有冇咁我哋咧呢個如果僱主方面咧，咁使唔使供嘅咧？阿李晨，如果個員工係選擇係唔參與 KiwiSaver，咁僱主咪唔需要供咯。咁但係個員工咧係決定參與嘅話嘅，僱主咧係最少要俾3%嘅咁樣咯。咁呢一個自願嘅儲蓄計劃咧，可以補充呢一個嘅New Zealand Super 啦。唔同澳洲咧強制性啦，咁KiwiSaver 就自願性嘅。咁你可以選擇3%、4%、6%或者多啲不等咁樣。咁你年滿65歲咧，你就可以攞翻呢一嚿咁樣嘅 KiwiSaver 嘅金錢出嚟啦。咁咧就唔會影響你嘅養老金嘅批核噶喎。咁即係話咧，你可以工作時同一時間咧攞到呢一個嘅養老呢個養老金啦。咁想點樣儲亦都得啦。咁你退休嘅時候咧，即係 no matter 你係窮或者富咧，都
確保你一定會攞到養老金嘅。咁如果你有其他收入嘅話咧，只會影響到你嘅稅碼。咁退休咧金咧呢個養老金咧就係好穩陣嘅咁樣咯。係咁啊，澳洲嘅養老金咧，單身人士咧工作咧收入咧嘅影響就係如果你每2個星期咧賺超過218蚊咧，咁就每多1蚊咧就扣你5毫子啦，咁就再加上所得稅啦，咁令到好多長者咧都未必好願意咧再去返全職嘅工咁樣嘅。咁啊係，咁啊 New Zealand Super 咧就冇呢一個嘅懲罰式咁樣嘅扣罰啦，但係佢哋亦都係用呢一個嘅稅號咧咁樣去計啊。咁呢樣嘢我哋第2集又會講啦。咁25% 嘅退休人士咧喺紐西蘭咧都會選擇繼續工作嘅，可能佢哋計過條數啦。但係咧喺澳洲咧得3% 啦。咁點樣去申請New Zealand Super 咧？呢個養老金咧，咁你就可以喺你未 turn 65歲之前嘅8個星期咧，你就可以去申請啦。咁就透過呢個 workandincome.gov.nz 去提交你嘅文件啦。咁你所需嘅文件咧就係你嘅身份證明啊、居留證明啊同埋銀行資料嘅。係咁，2025年咧，紐西蘭嘅養老金雖然係好簡單啦，咁又可靠又公平啊，亦都唔需要有啲咩測試咁樣啦。無論你窮啦或者有錢啦，都一律收咁多啊。加上咧有冬季嘅能源補貼呢啲福利咧，咁令到好多長者咧都生活無憂啦。咁相比喺澳洲複雜嘅養老金制度咧，紐西蘭明顯就係簡單好多啦。咁亦都鼓勵長者咧繼續工作嘅。咁喺第2集咧，我哋會詳細探討咧額外嘅收入咧點樣影響呢個稅碼，咁就以及咧點樣通過稅碼咧去影響紐西蘭養老金之後嘅金額啦，咁就視乎咧你嘅年收入而定嘅。咁本片僅為資訊提供，並不構成個人財務建議。如需作出任何財務或退休安排決定，請諮詢註冊財務顧問或者係 Work&Income。咁如果你覺得我哋今日嘅影片咧係有用嘅話咧，記得 like。分享俾你嘅朋友，同埋俾個記得 like 啦。總之就訂閱我嘅頻道。咁我哋下次再見。我哋下一個 video 再見。拜拜。拜拜。